昏暗出租屋内，我猛地睁眼，掌心仿佛还残留着丧尸撕咬的剧痛。前世被张谭姚统一推下楼梯喂丧尸的血腥画面在脑海里反复炸弹，铁头碎裂声、丧尸嘶吼声，那对狗男女的嘲笑声萦绕耳边。我内心嘶吼：我黄蜜活过来了！上一世我掏心掏肺养着张谭这个软饭男，对姚彤这个闺蜜毫无防备，最后竟被他们联手推去喂丧尸，尸骨无存。他们的脸我刻在骨血里，这一世血债必偿。我抓过床头就手机。屏幕亮起18点末世倒计时1小时，所有人都在疯抢物资，可他们不知道末世终极规则，手碰的最后一物就是异能物品。上一世我摸的是塑料袋，屁用没有。这一世我要赌那台顶配手机，让我在末世横着走。我抓过钱包钥匙，踹门狂奔，不顾楼道邻居诧异的目光，街边囤货的人群挤作一团，有人推搡摔倒我视而不见，眼里只有前方的商场手机店。手机店灯火通明，店员忙着打包最新款顶配手机，标价5位数，摆在货架最显眼处。我拍着柜台，声音冷冽强势：最新款最大容量顶配手机，不用看价，现在付款立刻拿货。店员眼睛一亮，忙递机。美女大气，这台 EPB 内存超长续航，马上给您包好。店员刚把手机递到我面前，一只手突然抢过我放在柜台上的旧手机。张谭吊郎当的脸出现在眼前，姚彤挽着他的胳膊，娇滴滴的靠在他身上，两人满脸得意。张谭把旧手机揣都挑眉嗤笑：皇帝你疯了，末世要来了，还买手机？这钱留着我们买房，我替你管着，免得你乱花。姚彤茶里茶气眼神，挑衅瞟我。蜜姐，你怎么不懂阿谭的辛苦？他都是为了你们的未来，我看着都心疼。你末世前还这么挥霍，以后可怎么过啊？我攥紧拳头指甲，嵌进掌心，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这对狗男女还敢抢我手机装好人？末世倒计时只剩55分钟，我的时间岂会浪费在垃圾身上？这一世我不会再任人拿捏。你们欠我的，我连本带利讨回来。我怒视着两人眼神里的杀意，几乎要溢出来。手机店电子钟精准显示18点05分，红色数字字幕。店员吓得不敢说话。张谭被我的眼神逼得后退半步，却仍强装镇定。我盯着张谭揣着旧手机的口袋，嘴角勾出冷笑。这旧手机，他抢得越欢，死得越惨。而那台顶配新机，终将成为我碾杀一切的武器。只是这短短55分钟，我还要闯过多少关，才能握住属于我的末世异能？没人知道。手机店柜台前，顾客纷纷侧目，有人拍照议论。电子钟秒针滴答作响，每一声都敲在张谭和姚彤心上。张谭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怂了。怎么被我说中了？为个手机要分手？黄蜜，你真够虚荣的，这手机我就收着了，别想任性。姚彤眼眶微红，装委屈，拉着张谭胳膊。阿谭，别跟蜜姐置气，她就是一时糊涂。末世来了，我们还要相依为命。蜜姐肯定知道错了。我冷笑，声音冷冽道：分手，立刻马上把我手机还我。张谭恼羞成怒，拍着柜台：你吃我的喝我的，外卖鲜花加起来8000多，想分手先还钱，不然手机别想拿回去。我不屑软饭男还好意思算钱。末世倒计时只剩50分钟，没空废话。他不识相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余光瞥见手机店门口走进2个穿黑色工作服的应急办人员，我心中一动，计上心来。我突然提高声音，手指张谭，语气悲愤：来人啊，有人抢我手机，光天化日抢东西，还逼我给他花钱，不花就不让走。工作人员快步走来，眼神凌厉盯着张谭。张谭瞬间脸色惨白，浑身发抖，嚣张气焰荡然无存。张谭忙把旧手机塞我手里：误会，都是男女朋友闹着玩的。工作人员语气冰冷：公共场所禁止喧哗，在闹事依法处理。张谭连连点头，拉着姚彤就走。姚彤临走前狠狠瞪我，嘴型无声：你给我等着。我接过旧手机扔柜台，对工作人员摆手：谢谢，不追究了，立刻扫码付款。抓过顶配新机，撕开包装，握着机身的瞬间，掌心传来温热，转身狂奔出店，根本不看身后两人怨毒的目光。我骑着扫码电瓶车疾驰在马路，风刮过脸颊，身后张谭和姚彤的嘲讽声被风吹散，后视镜里能看到他们跳脚怒骂的样子。我带着快意，跟垃圾纠缠不存在的，借力打力拿回手机只是开始，前世的债末世里连本带利还。现在我要立刻回家，完成最关键的一步，让这台手机成为我的异能。电瓶车速度飙到最快，接警飞速倒退，口袋里的手机机身温热越来越明显。电子钟显示18点25分，末世倒计时只剩35分钟。我一路狂奔回家，没发现姚彤的打火机在推搡中蹭到电瓶车后座，一丝火星落在坐垫上，慢慢灼烧。张谭的刀形异能雏形已在掌心浮现，他们正跟在我身后盘算着抢我的新手机，却永远想不到这台手机终将是他们的催命符。回到我的出租屋，反锁房门，拉上窗帘，用柜子抵住门，密不透风，只有手机屏幕的光映在我脸上。我把顶配手机放桌上，手指翻飞，打开应用商店，疯狂点击下载某团某宝某信某得地图某 Q 杀毒软件房屋合成游戏向日葵大战僵尸能搜到的 App 全下载，屏幕不停跳，安装成功，手机 1TB 内存瞬间拉满，额头渗汗，时不时瞟一眼电子钟，手指速度越来越快，我急促专注。别人找刀找棍硬刚丧尸，我疯狂装软件，他们看不懂。可我清楚，这不是普通手机，是我末世躺赢的终极武器。每个 app 都是一个逆天异能，我要把所有底牌握在手里。电子钟跳到18点59分，最后1分钟。我停下手指，手机屏幕摆满 app 图标密密麻麻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擦干汗，伸手紧紧握住手机，
冰冷的机械声响彻天地，穿透墙壁，传遍 A 市。末世降临，全球规则生效倒计时结束前，人类手碰的最后一物为个人专属异能物品，异能随物品特性解锁，永不更换。我死死握手机，掌心冒汗，指腹贴屏幕，感受着机身的强烈震动。楼下传来路人的嘲讽：“恶作剧吧，还赶着上班呢，异能物品做梦。”我极致兴奋，来了，末世终于来了。所有人还在质疑嘲笑，我的异能物品已经觉醒。这台装满 app 的手机即将解锁逆天能力，他们终将为无知付出代价。电子钟秒针归位，倒计时归零。一股强大能量从手机涌入四肢百骸，浑身被暖流包裹，又带着磅礴力量。手机缓缓浮在空中，所有 app 图标泛着荧光科技感，拉满，光芒映亮整个房间。我心念一动，某团来一份某鸡全家桶，意念点击某团图标屏幕，弹出点餐界面，选好全家桶确认。下一秒，白光闪过，热气腾腾的全家桶凭空出现在炸鸡香味瞬间弥漫。某团旁显示当日使用次数1%，我瞪大眼，随即狂喜，抓过炸鸡咬一大口，爽感爆棚。某团能变美食，每日100次使用次数，末世里能吃饱就是最大底气，而我直接实现美食自由。别人为一口吃的争破头，我已经啃上炸鸡这波躺赢开局即巅峰。我抱着炸鸡大口吃，悬浮的手机在身边旋转，荧光闪烁，茶几上的炸鸡冒着热气，窗外天色突然暗下来，一声凄厉的嘶吼从远处传来，打破城市平静。我咬着炸鸡，听着窗外的嘶吼，嘴角勾出冷笑。丧尸已经出现，而我的手机异能才解锁冰山一角。某团美食只是开始，那些隐藏的 app 逆天能力正等着我开启。可我没想到，第一个找上门的不是丧尸，是那对不知死活的渣男贱女。茶几摆满炸鸡骨头，我靠沙发啃鸡腿，喝可乐，悬浮的手机在一旁旋转。某团光芒渐淡，手机震动，弹出视频，邀请屏幕显示渣男张谈。我挑眉接起，渣男还没忘我，可不是关心，是来炫耀的。他料定我没囤货，没异能，想看着我跪地求饶。可惜他打错了算盘。视频里张谈翘着二郎腿，身后桌上堆满零食饮料，姚童靠在他身边，拿着可乐得意笑。张谈指着摄像头转一圈，让我看看你家末世了，我倒要看看你没囤货过得多惨。我配合转摄像头，故意拍进炸鸡骨头，也就随便吃点。张谈看到炸鸡骨头哈哈大笑，除了炸鸡啥都没有，末世动植物都变异，你撑不过3天就得饿死。多亏你把收货地址改我这，我囤了一屋子货，能撑半个月。姚童抢过手机嘲讽挑衅，蜜姐你休想分吃的，谁让你跟阿谭分手？对了，我和阿谭都觉醒攻击系异能，我是打火机，他是菜刀，末世横着走。你的呢？摸的啥？不会是炸鸡吧？我淡淡开口，故意装怂，碰的是午睡毯，没啥用，就保暖点。姚童捂嘴大笑，居然是毛毯，真没用，攻击系都没有，你就是待宰的羔羊。姚童直接挂视频，下一秒手机弹出群聊邀请 A 市末世官方通知群，邀请人小周通信异能，我点击加入。白莲花的嘲讽如期而至，我假意示弱，谎称毛毯异能只为低调发育枪打出头鸟，过早暴露实力只会引来杀身之祸。而这个官方群正是我收集信息融入末世秩序的最好渠道，只是群里藏着不少牛鬼蛇神，我加入群聊人数瞬间破万，还在增加。群里炸开锅，讨论末世异能，有人晒扳手水枪等异能物品，我改群名片毛毯黄蜜，手指滑动屏幕看消息，眼神冷冽。群里消息刷得飞快，有人炫耀攻击系异能，有人求物资。我藏在毛毯异能的伪装下默默观察，手机某信图标突然闪烁，一个备注姚童闺蜜的陌生好友申请发来，而姚童和张谈已经在群里打探我的消息，一场针对我的阴谋正在悄悄酝酿。我靠沙发看着手机投影的群聊界面，占满整面墙壁，方便查看。群里突然安静，小周通信异能发红色群公告：各位市民，我是 A 市应急办小周建群，为统一发通知协调物资。群规：一改名片为异能物品姓名，2改完领官方简易物资，3禁止辱骂挑事违者严惩。群里众人纷纷改名，扳手汤来水枪里海五花八门。我早已改好毛毯黄蜜，下一秒白光闪过，超市购物袋凭空出现在脚边，里面有方便面、水青菜、火腿肠。我踢了踢购物袋，满意官方出手，安全感拉满。可总有人见不得别人好，那朵白莲花又开始作妖了。姚童的名片打火机突然艾特我和小周，通信异能小周部长，毛毯异能不就是更保暖吗？这种没用的辅助异能也配领物资？物资该紧着我们攻击系，打怪靠我们饿肚子，谁保护大家？张谈立刻附和支持姚童，物资按异能厉害程度分，把他踢出去，取消物资资格。汤来李海立刻站队，纷纷喊着踢出去辅助系不配，群里骂声一片。我手指放键盘上，面无表情。人性的自私在末世暴露无遗，绿茶渣男带头挑事，想把我踢出物资名单，就因为毛毯异能看似没用，他们真以为我是软柿子。前世我忍气吞声，这一世谁敢惹我百倍奉还。群里骂声越来越多，姚童和张谈消息霸屏，我手指敲了敲键盘，又停下悬浮的手机，微微震动。某信的恶意度检测功能悄悄解锁，屏幕右上角的恶意度图标闪烁不停。姚童和张谈以为拿捏了我在群里耀武扬威，没人敢替我说话，可他们永远想不到官方的态度会让他们狠狠打脸。我即将解锁的恶意度检测功能会让所有心怀不轨的人无所遁形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发现了一个关乎所有人性命的惊天危机，这个危机只有我能化解，
群里骂声不断，姚彤发得意表情包，张谭发菜刀表情挑衅。我正要打字反击小周，突然发红色消息霸屏，群里瞬间安静。所有市民一律平等，无论异能类型都能领物资攻击系，值得尊重。辅助系生活系也不可或缺。在挑事直接踢群取消物资，本群实行积分制，默认10分违规，扣分贡献加分积分，可换物资武器。我快意官方硬气定下规则，守护普通人群积分，让末世有了新秩序。姚彤和张谭的脸估计都被打肿了。而我从重生记忆和手机天气功能里掌握了未来7天的天气变化，这是我在官方群立足的关键。我点开小周头像发私聊，今晚20点开始降温，每小时降2度，前3天最低零下50度，第4天升温到50度，连续3天，第7天特大暴雨，只能看1周天气，赶紧安排。小周立刻打语音，声音激动，黄蜜同志，这是真的。你的异能是预知，我平淡隐瞒，不是就是对天气敏感，赶紧安排吧，来不及了。小周，好。我立刻发公告，太感谢你了。挂断电话，小周发置顶群公告，紧急预警，由毛毯黄蜜提供。今晚20点极端降温，前3天零下50度，第4天起高温50度，连3天，第7天暴雨，立刻做好防护。群内开通物资互换功能，重生优势加上手机天气功能，我直接化身末世天气预报员。3重极端天气即将来临，那些没准备的人终将付出惨痛代价。姚彤和张谭肯定不信他们的报应很快就来，群里瞬间炸开求购保暖物资的消息，刷屏方便面，换厚棉被、矿泉水，换羽绒服。而姚彤和张谭的头像始终灰暗，一言不发。手机天气功能图标泛着蓝光，精准显示未来7天的天气曲线。我看着群里的求购信息，嘴角勾笑。3重极端天气是对所有人的考验，也是我立威的机会。可我没想到，这次预警引来了一个单纯的小男孩，他的求助让我解锁了手机新功能，也让我卷入了一场新的风波。群里求购信息刷屏，有人趁火打劫，把厚棉被抬到天价1万块，求一床5000不还价。一条不起眼的消息被淹没，头像是小男孩名片，书包小雨。各位叔叔阿姨，我和奶奶相依为命，没厚被子，奶奶年纪大怕冷，我只有103.6元零花钱。求一床厚棉被。我点开小雨朋友圈，全是他和奶奶的合照。最新一条是1小时前，希望末世快点过去，奶奶健健康康配着奶奶生病卧床的照片。末世里有人趁火打劫，有人为家人哀求。这个孝顺的小男孩让我想起前世孤身一人的自己，我决定出手相助，并在群里发布了回应。可这份好心却被那朵白莲花恶意揣测。我刚要回复群里，有人抬价500买棉被1000，姚彤突然艾特我，黄蜜，你不是毛毯异能吗？能变无限棉被吧？现在装好人想炒作，还能预测天气，摆明骗人。这个小雨就是你小号。自导自演博同情，真恶心。张谭立刻附和，姚彤说的对，你就是想炒作，赶紧把小号收了。汤来李海跟着起哄，自导自演发灾难才群主踢了他。我看着满屏辱骂，嘴角勾出冰冷的笑，滔天怒意，绿茶的嘴，骗人的鬼，自己心眼坏就觉得别人都一样。我好心帮忙，却被污蔑成骗钱炒作。是可忍孰不可忍。姚彤、张谭今日的污蔑，我会让你们千倍百倍还回来。我靠在沙发上，手指放在键盘上，屏幕上的辱骂还在增加。姚彤发得意表情包，小雨的头像灰暗，再也没发消息，想来是被吓到了。悬浮的手机微微震动，某信的物资传送功能正在解锁，屏幕闪过一道微光，群里的人被姚彤和张谭带节奏，纷纷辱骂我。小雨也不敢跟我联系，可他们永远想不到我。不仅会帮小雨，还会解锁手机新功能，而姚彤和张谭的恶意会被手机精准记录，他们的报应就在眼前。更重要的是，小雨的奶奶藏着一个关乎整个 A 市的秘密。我屏蔽群消息，点开小雨头像，发好友申请，备注我帮你。我坚定世人皆醉我独醒，他们愿意被蒙蔽，随他们去。这个小男孩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，我一定要帮他，哪怕被所有人误解。小雨很快通过申请，姐姐你真的愿意帮我吗？群里说你是骗子，我有点害怕，可奶奶真的很冷。我语气温柔，别害怕，姐姐不是骗子，把地址发我，我给你送棉被，谢谢姐姐。地址 A 市和平小区3栋1单元101，我把103.6元转给你。小雨发来红包，我点击退回，钱你留着，末世里留着有念想。地址收到了，马上送。我点开某宝，搜索厚棉被，选最后的，输入小雨地址下单，屏幕弹出红色警报，程序错误异能，仅限本人使用，无法为他人下单。试了自己地址，白光闪过，厚棉被凭空出现在面前。某宝显示超强外挂，仅限本人使用。我皱眉疑惑，原来 App 异能仅限自用，怎么送棉被给小雨？就在我一筹莫展时，想起了手机智能助手，我大喊小 A 同学，白光闪过，半米高的银白色人形机器人，虚影出现，眼睛是蓝色光点，声音温柔机械，主人我在，请问有什么吩咐？我指着棉被，我想把棉被送给别人， App 仅限自用，有办法吗？小 A 同学蓝光闪烁，主人，某信物资传送功能已解锁，可将您身边物品转化为能量传送给指定人，每日使用次数不限。我眼睛一亮，惊喜，太好了！小 A 同学上线，某信解锁传送功能，不仅能帮小雨，以后送物资给别人也方便多了。我点开某信，找到小雨对话框，点击传送按钮，扫过棉被化作白光消失。下一秒，小雨发来语音，带着哭腔，棉被凭空出现在我家了。你好厉害姐姐，末世会结束吗？我好想回到以前，好想奶奶健健康康。我看着语音，心里一酸，回复姐姐也不知道，但我们都会努力活下去。
你好好照顾奶奶，有事随时找我。我沉思小雨的问题，末世真的会有结束的那天吗？前世我到死都没看到，希望这一世有了逆天手机，能不能改变结局？为了自己，也为了这些善良的人。我看着小雨的感谢表情包，窗外天色彻底暗了，冷风拍打着窗户，电子钟显示19点50分，距离极端降温只剩10分钟。某信的物资传送功能泛着绿光，而姚彤还在群里辱骂我，丝毫没意识到极寒降温即将来临，他的噩梦也开始了。我成功帮小雨解锁某信传送功能，手机异能越来越多，极端降温即将来临，那些没准备的人终将尝到苦果。姚彤和张谭就是其中之一。可我没想到，极端降温只是开始，我的手机还在解锁更多逆天功能。房屋合成游戏即将让我从出租屋搬进豪华别墅，电子钟显示20点，极端降温正式开始。窗外温度骤降，玻璃很快结了一层白霜，冷风拍打着窗户，发出呜的声音。傍晚小雨心情大好，发现某团新玩法同一家店的订单无论点多少都只算一次使用次数，这一下我直接实现美食自由。我心念一动，点击某团搜索奶茶店，把所有口味各点一杯，白光闪过，几十杯奶茶凭空出现在茶几。某团使用次数还是1%，我喝着珍珠奶茶，爽感爆棚，太爽了！奶茶自由轻松实现。社畜多年，我早就想尝遍各地美食前世，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。这一世末世里，我要把所有想吃的都安排上。我手指翻飞，某团疯狂下单，水蜜桃芒果车、梨子榴莲堆满茶几，北京烤鸭、西湖醋鱼、重庆火锅接连上桌，金黄的烤鸭滴着油醋鱼，鲜嫩酸甜，整个房间飘满香味。我大口吃着，眼眶微红。前世啃树皮吃草根，被张谭姚彤抢走最后一点吃的，活活饿3天，最后被推去喂丧尸的画面闪过，两相对比恍如隔世。我擦了擦泪，大口吃烤鸭，感慨又快意。前世啃树皮，东南今生山珍海味吃到饱，这就是重生者的底气，手机异能的魅力。水果美食奶茶自由，我在末世活成了别人羡慕的样子。我吃撑了，靠沙发刷群，顶着房产证头像前多多的人发朋友圈，群里同步显示，配图是奥龙帝王蟹，还有豪华别墅照片，文字嚣张末世而已，随便吃点奥龙。入住某陈一品，我的房产证异能有电击防御丧尸，根本进不来羡慕吧。我摇头失笑不屑，有人低调发育，有人高调炫富。钱多多的房产证异能看似厉害，可他不知道树大招风末世里太张扬，只会引来杀身之祸。基于他异能的人已经盯上他了。茶几摆满美食水果奶茶杯，堆成小山。某团使用次数显示15/100。窗外温度越来越低，玻璃白霜越来越厚，远处传来凄厉惨叫。而群里的印章楚刀给房产证前多多点了赞，印章头像红光一闪，带着浓浓的恶意。一场针对钱多多的阴谋正在酝酿。而我的房屋合成游戏突然弹出提示，检测到主人装修需求异能功能即将解锁，我的出租屋即将迎来惊天大变样。我收拾完茶几，靠沙发看着窗外，玻璃结了厚厚的冰冷风拍窗，砰砰作响。群里消息不断弹出，群里有人发好冷啊，怎么突然降温了？姚彤立刻跳出来，入夜降温很正常，黄蜜那个骗子说的极端降温是假的，还好我没信白费功夫准备保暖物资。张谭附和我前女友就是虚荣博，关注编谎话骗大家别信他，群友跟着附和，还好没信就说他是骗子。我冷笑，渣男绿茶还在嘴硬，窗外温度已经零下10度，还在降，他们没准备保暖措施，很快就会尝到冻僵的滋味。而我的出租屋堆满了某宝下单的取暖设备小户型，根本装不下。就在这时，房屋合成游戏解锁了逆天功能，小 A 同学虚影出现蓝光闪烁，主人，房屋合成游戏装修功能已解锁。装修游戏内房屋可应用到现实，当日可装修次数1%，我狂喜难以置信，游戏装修能变现实，还能免费升级，省吃俭用背房贷的社畜1秒拥有豪华别墅，这波操作躺赢拉满。我点开游戏屏幕，弹出出租屋模型，我手指翻飞装修，换地板刷墙壁，扩大面积，加房间建花园，把破小屋装成欧式豪华别墅初级版，有客厅卧室厨房花园，点击应用到现实白光闪过，出租屋剧烈震动，墙壁地板变形，瞬间变成豪华别墅，装修精致，空间宽敞温暖明亮。我在别墅里转圈，极致爽感太震撼了，一室一厅秒变豪华别墅。末世里别人挤在破出租屋冻得发抖，我住进了别墅，这才是真正的躺赢。我安装好中央空调发电机防寒层，把温度调到20度，别墅里温暖如春。点开某团点了火锅烧烤，一边吃一边看剧，对着小 A 同学报实时温度。小 A 同学，主人，室外零下20度，室内20度。我惬意，室外天寒地冻，室内温暖如春，吃着火锅看着剧，这哪里是末世，分明是度假。而姚彤和张谭就要在冰冷的出租屋里冻得瑟瑟发抖，这就是他们不信我的下场。群里的姚彤和张谭已经开始发消息求救，没人搭理他们。室外温度逼近零下50度，姚彤和张谭陷入绝境，可他们永远想不到，这只是噩梦的开始。更可怕的是，丧尸已经出现，而且这些丧尸还拥有异能物品，一场新的危机正在逼近。豪华别墅温暖如春，我靠沙发喝热奶茶，看着手机投影的群聊界面，满屏都是求救消息。群里消息刷屏红色字体字幕，救命！零下20度了，一家4口冻得说不出话，都怪姚彤张谭。听他们的话没准备，现在冻僵了。姚彤张谭出来给个交代。我冰冷嘲讽，极端降温如约而至，那些嘴硬的人终于尝到苦果。零下20度还在降，没有保暖措施根本活不下去。而姚彤和张谭在群里装鹌鹑，真是活该。小周发红色群消息，温度却如黄蜜所说，还会降到零下50度，大家用物资互换功能自救，官方正在调配物资，表彰毛毯黄蜜。群积分更新为30分，我快意，官方认证我的贡献，积分翻倍。手机又解锁新功能恶意度检测，屏幕右上角显示每个人的恶意度，60可正常交流，60以上建议远离。谁真心求助，谁假意卖惨，一眼看穿。那些之前骂我的人纷纷求我，
黄蜜姐姐，求一床棉被，我知道错了，用所有吃的换棉被，求求你。我点开他们的头像，恶意度都超60，最高的90。我直接回复，被子只够自己用，没多余的。那些人秒变脸，怒斥我，你太小气了，毛毯异能变无限棉被，见死不救，没良心。就在这时，张谭发来私聊，语气谄媚，秘密我的好秘密，你有毛毯异能，送我几十条呗，我跟你和好，之前的事我都不计较了。我和姚彤冻得快不行了，可怜可怜我们吧。我看着消息，眼神冰冷，渣男的脸皮比城墙还厚，这时候还想占我便宜，用和好当筹码。他真以为我还是前世那个任他拿捏的傻？前世他推我为丧尸，这一世他就算冻成冰雕，我也不会眨一下眼。我看着张谭的消息，手指放在回复键上，眼神冰冷。张谭的恶意度95，姚彤98，两人的头像不停闪烁，发求救消息。而窗外的温度已经降到-30度，远处的丧尸嘶吼声越来越近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丧尸能通过物资交易定位人类位置。我的别墅即将迎来第一场丧尸危机。我看着张谭的消息，嘴角勾出冷笑。张谭，你哪里来的脸？以为你值末世的保暖工具，软饭男也配跟我谈条件？张谭立刻回复。我拿5个面包1瓶水换几十条毛毯，你就一个炸鸡，根本撑不过去。识相点，赶紧送。张谭见我不回，降价，3个面包1瓶水，速度点。我和姚彤快冻僵了，我不屑。渣男还以为我缺吃少穿，想拿几个面包打发我，真是可笑。我拍了别墅内美食、豪华装修的照片发给张谭，配文：姐有的是吃的，不缺你那3个面包。张谭看到照片瞬间破防，发来几十条语音和消息，语气激动：你怎么有这么多吃的？房子怎么变别墅了？你是不是觉醒厉害的异能了？快告诉我！我淡淡回复，关你屁事。张谭立刻换讨好脸色，语音谄媚：秘密之前是我错了，我不该跟你分手，不该跟姚彤在一起，都是他勾引我，你原谅我，让我去别墅住一晚，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。姚彤抢过手机，语音交打道歉：蜜姐我错了，不该跟你抢阿谭，我只是太冷了，跟他就是普通同事，你大人有大量，送一床棉被就行。窗外突然传来凄厉的嘶吼，紧接着是玻璃碎裂声和路人的尖叫。我眼神一沉，直接挂视频。来了，末世最可怕的丧尸终于现身了。这些丧尸不是普通行尸走肉，他们和人类一样拥有异能物品，危险程度翻倍。我走到落地窗旁，点开某宝意面买望远镜，高清望远镜凭空出现，凑到眼前看窗外，望远镜里街道血肉模糊，几只丧尸疯狂追赶人类，其中一只攥着灭火器，喷到的人类瞬间倒地抽搐变异，地上散落着厚棉被和物资，惨不忍睹。官方群炸开锅，求救消息和丧尸视频刷屏，救命！丧尸会用灭火器，喷到就变异。我家邻居变成丧尸，拿着菜刀砍门。我眼神冰冷，丧尸的异能物品和人类规则一样，手碰的最后一物就是武器。我的别墅很快就会成为他们的目标。我站在落地窗前，手机自动弹出丧尸检测界面，周边1公里检测到异能丧尸8只，危险等级中，杀毒软件图标微微闪烁，荧光流转，等待解锁。此刻，别墅的防盗门传来沉闷的敲门声，一下又一下，带着令人心悸的节奏。那只手握灭火器的丧尸已经找上了门。豪华别墅内，中央空调的暖风区不散空气中的寒意，防盗门的敲门声越来越重，伴随着丧尸低沉的嘶吼，门板微微晃动。手机显示灭火器异能丧尸距离大门3米，正常是突破防御。姚彤的群消息弹出，毛毯黄蜜的别墅地址盛世豪庭1栋101，还有暖气有吃的，丧尸已经找上他了，大家等着看好戏。张谭立刻附和，他就是自私鬼，见死不救，丧尸就该咬死他。我看着消息，嘴角勾起冷笑，带着杀意，不知死活，敢公开我的地址，借丧尸害我，他们永远想不到，我的别墅不仅是住所，更是顶级防御堡垒。这只灭火器丧尸只是送上门的第一个猎物。砰！丧尸用灭火器狠狠砸在防盗门门板，凹陷一块，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。小周发来私聊，语气急切：黄蜜同志，你没事吧？我立刻安排救援小队过去。我回复淡定：不用，一只小喽啰而已，我自己能解决。别墅防御是房屋合成游戏的隐藏异能，装修时自动解锁，普通丧尸根本无法突破，更别说这只初级灭火器丧尸。今天就让他尝尝降维打击的滋味。丧尸见砸门没用，嘶吼着举起灭火器喷向门锁。就在白沫即将碰到门锁时，防盗门亮起一层银白色光幕，光幕上流转着科技纹路，正是别墅的防御屏障。砰！灭火器撞在光幕上，强大的反弹力将丧尸狠狠弹飞，从落地窗外摔下去，发出凄厉惨叫，再没了动静。我透过观察口看到丧尸摔在花坛里没了气息，在群里发消息，刚有位不速之客来串门，是姚彤和张谭介绍的，可惜实力太弱，被别墅的门弹飞了，现在在楼下花坛乘凉。群里瞬间死寂，没人敢说话。姚彤和张谭的头像瞬间灰暗，而印章楚刀突然发消息，只有一句话，带着窥探之意：原来你的异能也是房产证。我看着消息，眼神一沉警惕。楚刀印章异能者心狠手辣，基于他人异能已久，钱多多的豪宅他早就虎视眈眈，现在他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，这个麻烦比丧尸还要棘手。小 A 同学虚影出现，蓝光闪烁，主人检测到印章，楚刀对您的异能物品强烈觊觎，恶意度99，危险等级高，建议尽快防范。我点头，解锁杀毒软件初步功能，基于我的别墅也要看他有没有命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的手机异能还有无数惊喜等着他们。没想到楚刀对我的异能产生浓厚兴趣，私下联系张谭和姚彤打探我的虚实，两人一拍即合，准备联手算计我。而官方群里
小周发布紧急公告，救援小队即将抵达 A 市，征集异能者灭杀丧尸。张谭竟厚着脸皮报名，还扬言要让所有人知道他的菜刀异能才是末世最强。我靠沙发吃着某团送来的广式早茶，虾饺叉烧包流沙包冒着热气，看着群里的消息，小周发置顶群公告，红色字体紧急通知，救援小队1小时后抵达。征集攻击系异能者灭杀丧尸，杀一只初级丧尸加10积分，中级50积分，积分可换高级武器和稀缺物资，自愿报名，绝不强制。公告刚发，张谭第一个报名消息霸屏，语气嚣张。我报名，菜刀张谭攻击系异能，一刀砍死一只丧尸，之前已经砍死过一只普通丧尸了。末世还是得靠我们攻击系。张谭发了一段视频，视频里他拿着菜刀对着倒地的普通丧尸砍了几下。配文：轻松秒杀小菜一碟，还提议所有人每周必须杀2只丧尸，达不到的踢出群，取消物资资格。群友纷纷反驳：你装什么装？就砍了一只倒地的丧尸，还好意思炫耀？群友自愿报名的你，凭什么定规矩？辅助系也在做贡献。张谭恼羞成怒：辅助系有什么用？不能打怪就是废物。小周立刻制止，语气严肃。张谭同志征集自愿所有异能者，缺一不可，不存在谁高谁低，不能强制他人，注意言辞。我细谢，官方直接打脸。张谭的英雄梦碎了，可他不仅不收敛，反而来我这里炫耀，想找存在感，真是可笑。张谭发来私聊，附带官方奖励的物资照片：2包压缩饼干、1瓶水、1把水果刀，语气得意。秘密，看到没？这是官方奖励，灭杀丧尸有积分有物资，末世靠我们攻击系。你现在和好还来得及，等我成了英雄，你想和好都没机会了。我咬了一口流沙包，就这点奖励也好意思炫耀？1把破水果刀，2包压缩饼干，也配称英雄？今天就让我这个嘴炮王者教教他怎么做人。我回复张谭，末世倒计时结束时，你最该摸的不是菜刀，而是你的脸，那样你的异能就是刀枪不入的厚脸皮了。毕竟你的脸皮比城墙还厚，比地砖还硬。张谭看到消息瞬间破防，发来几十条60秒怒骂语音和怒气表情包，最后发消息威胁黄蜜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你就靠一个破房子，遇到厉害的丧尸根本没自保能力。等我成了英雄，看谁还帮你，你迟早被丧尸咬死。我看完消息拉黑张谭和姚彤，快意跟我玩嘴炮，他还嫩了点，一句话锤爆他的玻璃心。他真以为我的依仗只有别墅吗？等他见识到我的真正实力，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。小 A 同学弹出提示，杀毒软件异能已完全解锁，可扫描周边丧尸，一键清理，当日使用次数1/50。我看着提示，眼睛一亮，杀毒软件异能终于解锁，扫描加一键清理，丧尸在我眼里不过是需要清理的病毒而已。张谭的菜刀异能连渣渣都不如。张谭被我一句话锤爆玻璃心，在群里吐槽我是缩头乌龟，而楚刀却在背后联系张谭，许以重力让他打探我的虚实，两人联手算计我。救援小队已经抵达 A 市，陈队长带着队员肃清丧尸，一只更强大的2级丧尸出现在了 A 市的市中心。我喝着冰镇果汁，看着楼下陈队长带着救援小队肃清丧尸，队员们利落刀光剑影间，几只初级丧尸倒地，实力不俗。救援小队的到来让 A 市局势稍稳，可官方物资越来越紧缺，群里众人大多啃压缩饼干喝圣水，日子苦不堪言。可钱多多还在高调炫富，群里房产挣钱多多的消息刷屏，配图是奥龙帝王蟹鱼子酱，还有储藏室堆满米面油零食饮料的照片。视频里他在别墅花园喝酒，配文末世而已，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朴实无华。我的别墅有电击防御，丧尸根本进不来。我摇头失笑，树大招风这个道理钱多多永远不懂。末世里财不露白是生存法则，他这样高调无疑是在狼堆里扔肉，迟早引来杀身之祸。群里突然安静前，多多的求救消息弹出，语气惊恐，救命，楚刀来了！他用印章改了我的房产证，别墅防御失效了，他要抢我的房子和物资，救命啊！钱多多的消息发完后，头像永远灰暗，再也没亮起过。群里一片死寂，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恐惧。楚刀发消息，冰冷嚣张，钱多多不懂规矩，末世里实力才是王道，他的豪宅不配由他拥有。楚刀心狠手辣，篡改房产证，抢走钱多多的豪宅和物资。钱多多怕是已遭遇不测，而楚刀的下一个目标毫无疑问是我和我的别墅。姚彤立刻跳出来巴结楚刀，楚刀大哥，我知道毛毯黄蜜的别墅在哪里，比钱多多的还好，还有无数美食和物资，他就是缩头乌龟没自保能力，我发地址给你，你去抢。张谭立刻附和，楚刀大哥，我有黄蜜的房产证复印件，还有别墅防盗门密码，我陪你去，路上打丧尸保护你，抢到东西我们5-5分。我看着消息，嘴角勾出冰冷的笑，眼神满是杀意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要闯。张谭还留着我的房产证复印件，姚彤敢发我的地址，楚刀痴心妄想抢我的别墅，这3个跳梁小丑竟敢联手算计我，真是不知死活。小 A 同学虚影出现，主人检测到印章、楚刀、菜刀、张谭、打火机、姚彤正在向别墅靠近，距离100米，预计5分钟后抵达。是否开启别墅最高防御？我摇头，嘴角勾坏笑，最高防御太便宜他们了，前世的仇今生的怨，这笔账该算了。他们想抢房害命，我就不下天罗地网，让他们有来无回，让他们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我手指放在某地球生存游戏的开始键上，眼神杀意凛然。手机屏幕上显示3个红点，正快速靠近门口，传来轻微的脚步声。3人组团来袭，而我的真正实力即将彻底曝光。没人知道我的游戏异能竟能将人直接拉入游戏异界，让他们在游戏里受尽折磨。豪华别墅灯光全部熄灭，只留玄关一盏小夜灯，防盗门故意留一条缝隙。门口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带着贪婪和恶意，想要算计我就要有被反杀的准备。
我故意留门，就是为了引狼入室，让他们放松警惕，一步步走进死局。这一次我不会让他们轻易死去，要让他们在游戏异界里尝遍所有痛苦。咔嗒，防盗门被轻轻推开，张谭、姚童、楚刀蹑手蹑脚走进来。楚刀走在最前，拿着印章；张谭攥着房产证复印件，姚童拿着打火机，四处张望，眼里满是贪婪。三人看到满桌的美食和奶茶杯，眼里的贪婪几乎要溢出来。姚童伸手想去拿蛋糕，被楚刀一把拦住，小心有诈。黄蜜那个女人不简单。张谭不屑撇嘴，能有什么诈？她就是缩头乌龟，连丧尸都不敢打，肯定跑了。楚刀大哥，房产证我有，密码我知道，今天这房子就是你的了。姚童附和谄媚，就是啊，楚刀大哥，这别墅比钱多多的还好，以后我们跟着你混，黄蜜根本不配拥有。我从2楼楼梯缓缓走下，背对着灯光，声音冰冷细细，我的房子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们指指点点了？张谭、姚童、楚刀，你们三个好大的胆子，敢闯我的别墅，抢我的东西！三人听到我的声音，瞬间转身，脸色煞白。张谭和姚童后退半步，楚刀很快镇定，举起印章威胁：黄蜜识相点，交出房产证，滚出别墅，我留你全尸，不然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张谭壮着胆子举菜刀：黄蜜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楚刀大哥能篡改所有房产证，你的别墅迟早是他的，投降吧！姚童打着打火机，火苗窜起，语气恶毒：你敢反抗，我就烧了你的别墅，让你什么都没有！我看着他们跳梁小丑的样子，笑出声：篡改房产证，烧我的别墅，你们的本事也就这点吧！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异能！我抬手按下某地求生游戏的开始键，一道耀眼的白光从手机爆发，笼罩整个客厅，刺得三人睁不开眼，发出惊恐尖叫。游戏机械音检测到3名恶意入侵者，触发游戏异界模式，强制拉入某地求生游戏。规则：杀完全部敌人可通关，每10分钟出现一次毒气，熬满30分钟可退出，游戏内死亡，现实中将承受同等痛苦，永不恢复。白光散去，三人消失无踪。手机屏幕显示求生游戏界面，三人从飞机上被推落，掉在荒无人烟的荒岛，眼神满是惊恐绝望。周围荒草丛生，远处传来野兽嘶吼。我靠在沙发上喝奶茶，看着屏幕里的画面。手机游戏异能正式解锁，恶意入侵者强制拉入游戏异界，生死由我掌控。这3个仇人不仅要面对野兽和未知敌人，还要躲避致命毒气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各怀鬼胎，注定自相残杀，这比扔去丧尸堆解气1万倍。游戏里，张谭死死跟在楚刀身后求保护，姚童却想抢张谭的菜刀，两人互相推搡扭打。楚刀嫌两人拖后腿，直接丢下他们独自跑毒。张谭和姚童被毒气熏得涕泗横流，满地打滚。楚刀也被野怪盯上，被追得狼狈逃窜，身上被抓出几道血痕。手机突然震动，小周的群公告弹出来，红色字体格外醒目：紧急通知，救援小队已全面抵达 A 市，陈队长带领队员肃清丧尸，盛宁小区发现大量终极异能丧尸，小队被困，多人重伤，急需支援。我看着群公告，眼神微动，救援小队遇到麻烦了。盛宁小区的终极丧尸异常凶猛，队员们身陷险境，所有人都不敢支援，一边是独善其身的躺赢，一边是挺身而出的责任。重生后我只想报仇，可看着那些为保护市民拼死战斗的人，我终究还是心软了。我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决定，亲自前往盛宁小区支援救援小队。我关掉游戏界面，看着小周发来的救援视频，陈队长浑身是血，死死护着受伤队员，有的队员肚肠外露，有的腿脚被咬伤，连站都站不起来，场面惨烈。小周私聊消息刷屏，语气急切：黄蜜同志，情况太危急了，终极丧尸数量太多，还有一只3级丧尸，队员们快撑不住了，您能来支援吗？我回复言简意赅，发定位我去。定位刚收到，官方群就炸开了锅。小周把我要支援的消息公布后，满屏都是质疑和嘲讽。毛毯黄蜜要去支援，他只有毛毯异能，去了也是送死吧？他就是想逞能博关注。陈队长他们已经够惨了，别再去拖后腿。一个辅助系异能者还想对付终极丧尸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陈队长发来私聊，语气担忧：黄蜜同志，谢谢你的心意，但盛宁小区太危险了，你没有攻击系异能，别勉强自己。我回复坚定：陈队长放心，我既然敢去，就有把握救大家。所有人都被我的毛毯异能误导，以为我只是个没用的辅助系，他们永远想不到我的手机异能早已逆天，攻击、防御、治愈样样俱全。今天我就要让所有人见识到谁才是末世里的真正强者。我点开某德地图，输入盛宁小区定位，开启瞬移异能，一道蓝光闪过，瞬间出现在小区广场。丧尸的嘶吼声，队员的呻吟声扑面而来。陈队长和队员们看到突然出现的我，眼神满是震惊。一只手握铁棍的终极丧尸嘶吼着朝我扑来，速度极快。陈队长大喊：黄蜜同志小心！铁棍带着呼啸风声砸向我，而周围的丧尸也纷纷围拢过来。陈队长和队员们重伤在身，根本无法支援，所有人都以为我必死无疑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早已解锁了能秒杀丧尸的逆天异能。我抬手点开杀毒软件，杀毒软件机械音，叮，检测到周边1公里，初级丧尸25只，中级丧尸18只，3级铁棍丧尸1只，安全指数40分，是否一键清理？我语气淡漠：清理。一道耀眼的绿光从手机爆发，瞬间笼罩整个广场。扑来的终极丧尸在绿光中直接化作粉末，连一声惨叫都没发出。绿光扫过之处，所有丧尸纷纷消融，初级丧尸瞬间消失，中级丧尸挣扎嘶吼着化为黑烟，3级铁棍丧尸想要抵抗，却也在绿光中慢慢崩解，彻底覆灭。广场瞬间恢复平静，只剩下倒地的救援车和满地狼藉，几十只丧尸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空气中的血腥味淡了许多。陈队长和队员们目瞪口呆，张大嘴巴说不出话，眼神里满是震惊和难以置信。整个广场死一般的寂静。陈队长好半天才回过神，撑着身体想要鞠躬，声音颤抖：“黄密同志，您太厉害了，这是什么异能？太逆天了！谢谢您救了我们！”队员们纷纷激动大喊：“黄姐牛逼！黄姐太厉害了，我们有救了！”我淡淡摆手，走到受伤队员身边蹲下。清理丧尸只是小事，现在该治疗大家的伤势了。我点开某地求生游戏，意念一动，几十个游戏医疗包凭空出现。我拿起医疗包，手指轻点受伤队员的伤口，一道柔和的白光包裹住伤口。肚肠外露的队员，伤口快速愈合，肠子自动归位。被咬断腿脚的队员，伤口结痂，很快就能站立。头部受伤昏迷的队员，缓缓睁开眼睛，意识清醒。队员感受着身体的变化，激动的语无伦次：“我的伤好了，不疼了，黄姐您就是神仙！”我看着队员们恢复，嘴角勾笑坚定，末世里不是只有绝望，还有希望和温暖。我会用我的异能保护所有值得被保护的人。前往安全区的路上，我走在最前面，陈队长和队员们跟在身后。路上遇到几只零散丧尸，被队员们轻松解决，气氛还算轻松。前方小巷传来几声低沉的丧尸嘶吼，声音诡异。陈队长立刻警惕，小心前面有丧尸，气息不对劲。我抬手示意队员们停下，带着期待大家离我近点。我解锁了新异能，能让大家隐身，还能听懂丧尸的话。我点开某 Q 开启群体隐身功能，一道淡淡的紫光包裹住所有人。队员们惊讶地看着自己的身体，不敢相信自己真的隐身了。我带着众人悄悄走向小巷，点开翻译软件。小巷里十几只丧尸围在一起，像是在开会。一只体型稍大的丧尸嘶吼着。翻译软件实时显示，蚊子王已经出现了，寄生在人类身体里，隐藏在赤王需要大量能量，尽快抓捕人类，帮王进化。等王进化完成，就能同化所有人类，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。陈队长看着翻译文字，脸色煞白，立刻掏出对讲机。小周，紧急情况，丧尸王出现了，寄生在人类体内，能同化人类，操控丧尸，立刻通知全市市民，提高警惕。小周对讲机里声音震惊：“什么？丧尸王？”我立刻发群公告，我担忧丧尸王以寄生体形态隐藏在人类中间，防不胜防，也许是身边的任何人。护送队员回到安全区后，我心里始终放心不下小雨那个懂事的小男孩，我决定去看看他。却没想到这一去，竟发现了丧尸王的踪迹。一场关乎整个 A 市安危的大战即将在小雨家展开。我带着物资前往小雨家中探望。此时我的手机已解锁多项逆天异能，不仅能瞬移、群体隐身，还能通过翻译软件听懂丧尸语言，更意外触发了丧尸检测功能。推开虚掩的房门，小雨正安心画画，可手机突然弹出红色警报，检测到 SSS 级高危险目标，丧尸王初级寄生体，宿主正是平日里温柔慈祥的于奶奶。于奶奶察觉我已知晓真相，并未反抗，反而主动坦白自己被丧尸王寄生的事实。他清醒时仍保留着人类意识，心中牵挂小雨，更不愿丧尸王彻底掌控自己后危害全城，主动提出愿意配合官方研究，只为彻底消灭丧尸王，保护身边的人。小雨得知奶奶被寄生后崩溃大哭，我向他郑重承诺，一定会救下奶奶，不让祖孙分离。随后，陈队长带领队员赶到，将于奶奶安全转移至官方实验室进行隔离监测，小雨则被安置在安全区专人照料。这场关乎 A 市存亡的丧尸王攻坚战正式拉开序幕。与此同时，被我丢入求生游戏异界的张谭、姚童、楚刀三人，在游戏中历经毒气、野怪追杀与自相残杀，熬满30分钟后被扔回现实，衣衫褴褛，浑身是伤，沦为丧家之犬。三人看到我在官方群中以绝对实力清剿丧尸，收获全民崇拜的视频后，彻底吓破胆，只能在群里发卑微道歉小作文求饶，再无半分往日的嚣张，最终在丧尸与末世危机中自生自灭，得到了应有的报应。于奶奶被送入实验室后，丧尸王的意识开始快速觉醒，操控大批丧尸朝着实验室方向涌来，企图救出寄生体。救援小队在实验室外围构筑防线，拼死抵抗，却因丧尸数量过多，等级过高，防线濒临崩溃。危急时刻，我祭出消消乐游戏异能，将现实中的丧尸群纳入游戏消除界面，3个初级丧尸连线即灭，5只中级丧尸聚合即消，就连3级丧尸也能被轻松清除。彩色消除光芒席卷街道，密密麻麻的丧尸群瞬间化为乌有。实验室外围危机彻底解除，这一幕被市民用无人机拍下，传到官方群。曾经质疑、辱骂我的人纷纷道歉刷屏。小周代表官方发布群公告，尊称我为 A 市英雄，我的口碑彻底逆转，成为全城民众的精神支柱。可平静并未持续太久，小 A 同学突然发出紧急预警，持续多日的极寒天气即将结束，变异植物将疯狂席卷全城，部分植物具备极强攻击性，能吞噬人类，喷射剧毒。一场比丧尸更棘手的自然危机即将降临。一夜之间 ，A 市被变异植物占领。粗壮藤蔓缠绕建筑，巨型食人花吞噬市民，剧毒花草腐蚀皮肤，全城陷入恐慌。我早有准备，解锁向日葵大战僵尸的游戏异能，将游戏植物具象化到现实。豌豆射手远程攻击，寒冰射手冻结藤蔓，坚果墙构筑防御，向日葵持续提供能量币。我带着基础植物军团率先赶往灾情最严重的市中心广场，秒杀巨型食人花，救下被困市民。感受到威胁的变异植物母猪从地下破土而出，主茎粗如水缸，藤蔓如巨蟒狂舞，操控全城变异植物发起总攻。我用能量币兑换玉米加农炮、火爆辣椒、激光豆等高阶植物，
组建强大植物军团。陈队长带领救援小队，普通市民也拿起武器，与游戏植物并肩作战，全民皆兵构筑防线。最终激光豆精准击中母猪核心，变异植物母猪轰然倒塌，全城变异植物失去操控，尽数枯萎。A 市成功化解植物危机，官方随即向全城发放游戏安装包，让所有市民都能召唤游戏植物，共同守护家园。但实验室再次传来坏消息，丧尸王在鱼奶奶体内完成第一次进化，不仅能操控丧尸，还能融合残留植物能量，制造出刀枪不入、毒液能同化人类的4级植尸。大批植尸朝着实验室疯狂围攻，防线再次告急。李博士牵头的科研团队检测发现，丧尸王核心藏在鱼奶奶心脏位置，被末世能量与生命力包裹，普通武器无法击破，且与心脏紧密相连，强攻极易导致鱼奶奶死亡。我整合手机所有 App 异能，通过某度大数据分析，精准找到核心薄弱点，用某宝召唤出6000摄氏度高温、15万流明强光的专属发射器，准备毫米级精准打击。此时植尸已突破外围防线，我召唤钢地刺、毁灭菇等高阶植物加固防御，亲自瞬移斩杀植尸首领，彻底清剿围堵的植尸大军，为实验室争取到宝贵的手术时间。可就在准备动手时，丧尸王完成2次进化，干扰发射器信号，鱼奶奶的生命体征急剧下降，留给众人的时间所剩无几。丧尸王彻底爆发，用鱼奶奶的身体释放强大威压，震碎实验室仪器，操控藤蔓直逼我心脏。绝境之中，我没有选择强攻，而是用温情唤醒鱼奶奶的人类意识，提起小雨的等待，祖孙间的约定，对未来的期盼。鱼奶奶的意识瞬间觉醒，拼命与丧尸王对抗。核心保护罩露出致命破绽，我借助某信精准瞬移，在鱼奶奶心脏外形成微型防护层，避免攻击伤及宿主。随后扣动发射器扳机，高温强光精准击穿丧尸王核心，黑色晶体彻底碎裂。丧尸王的凄厉嘶吼消散在空气中，鱼奶奶缓缓落地，生命体征恢复平稳，不仅成功存活，还彻底摆脱了寄生。祖孙2人终于得以团圆 ，A 市笼罩多日的丧尸王危机彻底解除。就在全城民众欢庆胜利、清理废墟、重建家园时，小 A 同学突然发出 SSS 级终极预警。外室出现远超丧尸王的末世能量波动，包含6级变异兽王、高阶丧尸、变异植物及未知变异生物。24小时后将抵达 A 市，整座城市再次面临灭顶之灾。我临危不乱，立刻下令陈队长加固植物防线，小周组织市民撤离，全城筹备物资武器，自己则返回别墅，准备解锁手机终极异能体。解锁过程需要融合所有 App 异能，承受极致能量冲击，稍有不慎便会手机报废，异能尽失。但为了守护 A 市与身边的人，我义无反顾。历经18小时的能量淬炼，我成功与掌机融为一体，手掌化作金白相间的终极掌机，融合了美食召唤、瞬移、防御、清剿、武器去向、大数据分析等所有逆天能力，成为末世绝对强者。此时外市变异大军距 A 市仅剩2小时，为首的6级变异兽王能操控所有变异生物，气势滔天。我瞬移至 A 市第1道防线，抬手召唤无边高阶植物，构筑长城，用杀毒软件一键清理低级变异生物，通过某度实时传输敌人弱点，用某宝为全城居民分发高阶武器，最后祭出掌机终极极光，一道金色光芒贯穿战场，6级变异兽王与所有入侵敌人瞬间化为粉末，危机彻底清除。夕阳下 A 市重归安宁，孩子们在植物防线旁嬉笑打闹，市民们携手重建家园。我站在防线中央，掌机光芒与阳光交织，我向所有人承诺，会永远守护这片土地，带着末世里的希望与温暖，稳步走向光明的未来。至此，我凭借重生契机与末世掌机 App 异能，手撕渣男贱女，化解极寒高温暴雨3重天灾，清剿丧尸与变异植物，覆灭丧尸王与变异兽王，从被背叛的重生者成长为守护全城的末世英雄，最终带领 A 市民众彻底摆脱末世危机，迎来永久和平。